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国民品牌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本节目由雅纳威图特约播出。营养均衡就吃1:1:1。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一。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观看更多节目内容。 在世界苍白的血肉小考中，音乐人们1v1交锋的余音仍在回响。新生的入局为这场音乐征程注入全新的变量。你唱歌是有毛病的，在我看。你为什么要对我的音乐风格有偏见？我不理解。那你直接可以说你够了。 我很够了，我不希望你就是你们上层这些音乐人喜欢我，这挑太多毛病了，我受不了啊！哎呀，一只脚刚踏入歌坛，我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场面，让我为之震惊。目前暂时排在第1位的 Paul Berry 和袁娅维带来的 Mary 共鸣值309。这首歌会把我带到可能初恋的那个感觉。 就是在爱情里的那个样子。你的音色特别有辨识度，真好，我喜欢。第2名，郭靖、张信哲带来的《好像》，共鸣值305。原来困在过去的也只有我，那又如何？这一次真的我自己非常开心，就是说在有歌这个舞台上面，我们除了这个 挖掘新歌之外，也把很棒的音乐人再挖出来。我觉得郭靖是一个嗓音里特别有细节的歌手，很让我回到我小时候听歌的那个感觉的这么一个舞台，很好。今晚有歌将继续迎接极致的绽放，更多新歌舞台即将揭晓。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卫视大型音乐竞演节目《有歌》第2季，我是主持人沈涛，再次向各位问好。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东阳光药在这一季的温暖同行，为每个平凡的日子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药和有歌一起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 接下来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本场比拼的具体规则。每首新歌的诞生都会伴随一个决定性的数字，叫做共鸣值。每场合作舞台结束以后呢，由现场的大众共鸣团和行业团投票得出。所有表演落幕以后，会根据共鸣值高低，为各位音乐人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排名。排名会转化成音乐人个人的音符积分。接下来将会请到的2位音乐人，让我们欢迎欢子、阿杜。 带来新歌《越陷越深》。哦，阿杜哥，欢子，哎，你好，你好。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 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可是 ending， 或者是不需逃离。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是吗？啊，坐。哎呀，好，你这次帮我真的是我非常开心，非常感激。你的音乐在当时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嗓音。 制作都是很顶的，坚持到底那个编曲，这简直就现场乐队编的，它就很自然，很有层次。Andy 啊，天黑啊，非常喜欢。哇，感觉到你真的喜欢。那都过往的时候好久了，03年，对啊，都20多年。其实2003年我已经出道了。哦，那你跟我出道也差不多。你一出来就是王炸，那个时候我还熬了很多年呢。这几年又看到你了。对对对，最近又出来跟大家见面了。那之后为什么会
大家没有看到我一直在出现在荧光幕前，那因为我之前身体不舒服了，我觉得还是把身体最重要养好。真的。那我现在也还在找一些新歌啦，应该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我的新歌、新作品。我听了你这首歌曲嘛，哈，就是越爱越深，我还蛮喜欢的。这么久没有见你。旋律方面我真的非常喜欢，就稍微有动了一些歌词嘛，比如说聊天记录嘛，还定格在那一天，就是说感觉瞬间又回到那年的雨天嘛，对不对？电话响起，对，他问你晚餐后在哪里见啊，我们就觉得电话响起，就现在问他一会儿哪里见，就晚饭就比较直白的话，我们就拿掉，对。你觉得 OK 吗？非常好啊！希望我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分数，加分嘛，哦。这绝对是加分。阿杜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两个唱情歌的人在一起合作了，我觉得是非常兴奋的，也非常期待吧。音乐有很多方式去表达嘛，今天我就来这里给他加油打气，也希望我们把好的歌曲带给大家。这么久没有见你，瘦了一大圈，感觉瞬间又回到那年的雨天，后知后觉的我们还欠一句抱歉，好像此刻定格一切，凝结了时间。想要上前和你聊聊仅有的寒暄，理性让我停止内心的狂热。电话响起，现在的他问一会儿哪里见，你依然的收敛，就像我们弄丢的从前。越陷越深，越来越笨，怎么抽身？我失了魂。再次见到你，我的心还是会先慌了神。越陷越深，越不可能，只好承认我还在等。我没把握好对尝时的分寸。想要上前和你聊聊仅有的寒暄，理性让我停止内心的狂热。电话响起，现在的他问一会哪里见，你依然的收敛，就像我们弄丢的从前。越陷越深，越来越笨，怎么抽身？我失了魂。再次见到你，我的心还是会先慌了神。越陷越深，越不可能，只好承认我还在等。我没把握好对尝时的分寸。付出过的认真要怎么封存？难道是你天生对爱那样狠？有多少伤人的话在追问，我都默不作声。我知道没可能，但你在放任，体无完肤的我，疯掉的愚蠢。我大声的呐喊，你却充耳不闻。越陷越深，越来越笨，
怎么抽身？我失了魂。再次见到你，我的心还是像奋不顾身，越陷越深，越爱越疼。你的眼神一如利刃，我没把握好退场时的分寸。我爱你有多深，伤口就多深。谢谢。哇，我的心好疼，有痛到。各位，如果喜欢这首《越陷越深》，请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结束啊！我们跟2位一起来聊一聊在有歌舞台上的合作，2位的感觉怎么样？内心很激动，很开心。之前嘛，我一直听阿杜哥的歌，从晚上听到早上。你是在车顶上听还是车底听？我在车里面听。阿杜哥之前就是也跟大家说了，他其实非常少会出现在一些节目当中哈。所以您平时的时间是在忙一些哪方面的工作？我在荧光幕上很少看到，但是线下我还有一些活动，有跟歌迷见面的。就是我的生活可能都宅男。阿杜老师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就一直听见您的那张专辑，就是他一定很爱你，就那一系列的歌，拿着阿杜老师的这个他一定很爱你，去酒吧里边去试音，就从那时候开始真正踏上了这个歌手之路。哦，所以在这儿还得感谢您，谢谢。哎呦，然后刚才我和阿云嘎老师在旁边还在模仿您的唱腔，因为从小都是模仿他长大的，我们。他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我的声音后面练美声练得不哑了。月月这首歌喜欢吗？为什么我一点月月你们就要笑啊？因为他快乐。我照镜子也笑。2位前辈在台上，我觉得我岳云鹏没有任何的资格去点评、去评论。我是觉得，我只有一句话：2位的契合度非常高。我爱听，越陷越深，越来越笨。我喜欢，好听。但是行业团的老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我觉得，我努力要像你一样抗压，是吧？我觉得这个阿杜老师的这个声音出来以后，你知道他的这种声音就是那种最好的、最珍贵的歌手的声音，他自带语气，有故事。他一开口，他呈现的这个效果跟这个内容去契合的那个意境就出来了。影子老师，你给票了吗？我没有。我觉得这个首先欢子他的声音情况要比这个小考的时候要好很多啊。但是最后我们觉得，哪怕是2个男生在这里唱了以后，我们发现最后在推高潮的时候，这个力量似乎是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这首歌的最后的这个张力。就是觉得那一趴还差一点点。是的。我先说啊。完了。梁元老师说话了。梁老师拿麦克风就完了。给票了。
天亮了。给票了，给票了。天道士也没亮啊。我虽然给票了，但是我觉得我给这一票不是说我觉得这个舞台有多好，而是我看到这个舞台里面的进步。今天的歌词改的就很好，我不知道这个歌词是你听完了以后回去想以后改的吗？没有，这个歌是阿杜老师这个给我的一些建议。哦，那确实你要感谢阿杜老师。那必须的啊。然后刚才影子老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舞台最后缺乏张力？我听下来感觉可能在唱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欢子，你在唱的时候跟阿杜最大的区别是你的情感的动态。阿杜唱歌的时候，他的感情是一点一点进来，然后一点点出去的。但是欢子你不是，就是你从头就开始就在一种很沉浸的状态下去唱。我们听到很多像在互联网直播或者是彩铃歌手，因为他们在他们那个平台上，他要抓住人就是30秒，所以他其实不太需要一个整体的3分钟的情感动态去诠释一个歌曲。这个习惯可能是你未来需要改的。没事，你尽管批评我，不要批评阿杜哥就行。我觉得给分进步了就是好事，总比怼强吧，是吧？总比说你强吧。因为我和阿杜哥他是纯属是那种拿个麦克风就开始干活，就没有太多的话要讲。对，可能阿杜老师在，要不然就怼你了。首先我先说明我是有投这票的，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2位老师的表演。欢子老师你是很快的越陷越深，阿杜老师你是慢慢的越陷越深，那可能不同的这个速率感受到的这个层次感，反而是让这个作品更有生命力，所以我投了这票。谢谢，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音乐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是含蓄的，有的是非常狂烈的。我觉得真的要非常谢谢阿杜这次来帮忙，也希望真的有多一点的机会再看到你在台上。好，一定。对，因为你看这么多迷弟迷妹都在这里等你。好的，对吧？谢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越陷越深获得的共鸣值是278，暂时排在第3位。合作舞台比拼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音乐人于东然、助阵嘉宾韩维维带来新歌《小花》。这次带来的歌叫《小花》，这次小考得到了专业的老师以及业内的前辈的认可，就很开心。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星星点点灿若月下。我是被你的演唱带进去，然后一直在感受这个歌词，我觉得做得很贴切。你唱完之后，我看了一下创作背景，好像这位作者也是第一次写歌，对不对？对，也是一个纯新人，好像就是在农村生活的一个女生，对，然后写她自己的姐姐。所以说，虽然她叫小花，其实她歌词里面挺有韧性的。对，这个歌曲本身的内核传递的力量，可能还是希望她在编曲上更加的有力量感一些。希望所有舞台上的，不管是和声老师，还是乐队，还是我和东然，我们都能一起呐喊出来。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天赐冻龄 CP， 让我们共同见证闪耀时刻。
雪茫茫，路漫漫，人心惶惶。快快拉住我的手，别打量，别张望。等到太阳升起，亮堂堂，光灿灿又暖洋洋。那时野花也会开满山岗。他问我是不是真有花会被寒风雕琢，要经历狂风暴雨才不算娇柔造作。你看那满山遍野的花开了好多，这狂风这暴雨都被他唱成歌。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清清甜甜灿若云霞。它不会怕风吹雨打，悄悄发芽，下个春天一定会好啊。纸壳的沉默里压抑的求索，谁见过，谁有听过？温和的将自我包裹，标签却被写上懦弱，像挣脱被定义的角色。他问我是不是只有花会被世俗定格，要藏起锋芒才配叫安分稳妥。他的肩上扛着无形的枷锁，他的心事该寂寞那片云朵。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清清甜甜灿若云霞。它不会怕风吹雨打，悄悄发芽，下个春天一定会好啊。每朵花小小的，花似一生伤疤，等春风吹过每一片荒漠，在小山坡唱最自由的歌。哎呀，啊了个咿呀呀！哎呀，各位如果喜欢这首《小花》，记得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嗨呀呀！选择结束，先请2位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合作的感受。我觉得维维老师给的这首歌有加入更多的力量。维维姐，维维姐，好。我之前对维维姐的印象都是特别的刚，然后特别的硬的那种女孩的样子，然后非常对。就是我在她身边真的感觉像小花一样，然后她就这样照顾着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不管从作品还是到性格方面，是我们2个是非常契合的。东然今天这场拿出《小花》这首歌和第1场的积分排名有关系吗？因为第1场结束，东然暂时是排在最后1名。对，我回去哭了3个小时。让你哭了3个小时，真的很遗憾啊！哎，东然，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要自信。
如果今天从这个舞台的角度来看，在特质相似的情况下，你的声压、声音的密度都是达不到维维老师的水平的。但是你今天选择了这个我们一句俗话叫做这个中路对 A， 就是今天台上有一个大师，你有机会跟他用相似的唱法比一比，你比了，这50票就是你的；你怂了，就是上一期的卓海豚。所以在我看，我特别重视一个音乐人的成长，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建立自信。好。因为昨天的自己不会那么直观，但那个倒数第1名非常的直观。对，就镜头怼到我笑不出来啊，我强装着端庄，就是。我下回教教你怎么在那个别人都在骂你的时候还坚持着硬笑，这个可能是你也需要的一种能力，好吧？我回去看您的回放就好了。刚才维维姐就是那一嗓子。女娲娘娘不聊天，我以为要下一句要唱这个。我觉得这真的是只有2位老师合作才能压得住这个舞台吧。我觉得如果换了一个男歌手跟维维姐合作的话，也就我吧能压住。老实讲，所有人都对你有这么一个预判值，说你今天一定会被碾压。可是我听下来，我没有觉得被碾压。我是非常了解维维他的能力的，他今天没有化身成为那个滚滚的车轮，所以你才得以成为那个石缝当中还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开花的那朵小花。谢谢谢谢谢谢。我这次没有投票，有一点我自己觉得的遗憾，就是说在最后当音乐已经渐弱的时候，东然能够再用他的一个更淳朴的声音再来唱副歌的那一句，能够又回到了就是歌词里面的那个山谷里大雪茫茫的那个镜头中，其实就把你的形象立住了，那个小花的形象就出来了，会更加完美。但是老师，你不能因为这个别的遗憾，然后你就不给票给我呀，对不对？但是没有达成我的期待。接下来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小花获得的共鸣值是285共鸣值。在目前已经演唱完的合作舞台当中，暂时排在第3位。谢谢，谢谢。接下来，掌声有请到的是卓海豚、阿云嘎。上次的成绩其实是我们算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啊，我觉得。这首不同，最后他获得的共鸣值是254，共鸣值排行榜正式为大家揭晓。有一点点自我怀疑，就是我们真的有那么不好吗？还是说有那么差劲吗？这回准备鱼刺的时候，我们也卯足了劲儿，想要好好证明一下，我们其实不是倒数，不是插班生。在世界苍白的血肉里，你凭什么做我千年不腐的鱼刺？就这一首歌。层层递进，最后呢，把这种情绪发泄出去，这种感觉特好。也是小考的时候得到的一些底下评委的观点，说是我俩没有辨识度。现在你唱完之后，你没有感受到你们作为2个人组合的特色，你们如何建立2个人的辨识度？这个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寻找和探索的。这个词就像是哇卡在这里一样，就。一下子就你没怼回去吗？怼了，对了。我说我又没有要签给你，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给你推荐我自己？有点是这样子。俩人怎么能没有风格呢？对不对？他俩的特色太鲜明了。让浩凡
他的声音很有质感，像刀片一样的能够把舞台呢划开。哲宇的声音呢，它是撕裂感，他俩其实特别互补。我觉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老师你对歌词的处理，主要是咬字，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因为音乐剧演员的一个通病，在舞台剧上台词你要唱不清楚的话，他就听不懂了嘛。跟安云嘎老师合作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唱音乐剧出身的，我们两个也希望把这个编曲做得更有戏剧张力一点，更有 power 一点。其实我融在里面，我可以当那个水并不是我来了之后我会抢他们的戏，就甚至3个人他能够达到一个比3个人演唱效果更好的效果。我和浩帆在这场演出之前都是憋了股劲儿，就把自己的之前也不能说受到的气吧，应该是说这段时间憋的那股劲儿，我会觉得想要证明给大家看。这个过渡可不可以再流畅一点，有一点温度？阿老师，你是想要找到那种既精准又有温度的表达，就像是做事标准定在不错和成为经典其实是2种概念，你投入的心力也会完全不一样。这种对经典标准的坚持，往往意味着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无数次的校准和实验。对，就像我们国民品牌东阳光药那句为健康做好药，这个好字背后就是一整套的高标准和数十年如一日的琢磨与坚持，为的就是护住每一份健康的承诺。这和我们写歌编曲打磨一个和弦内核是一样，都是想把最扎实最可靠的东西交给最重要的人。好药和好音乐一样，是对专业标准信任的长期坚持。街头影的藏身时，交出浪漫的心思，像2个人对手监视，回应和对方做的事，看上却无比真实，完美的像某种仪式。感情没有公平日子，要配合他虚张声势，似是而非，眼泪编织。怎么连你也不认识我这人复杂的样子，还算不算例外一只？在世界苍白的血肉里，你凭什么做我千年不腐的鱼刺？难道承认对爱的无知，就能够原谅了入坑在后的羞耻？你要的真理并非一时，你看如今挽手戴上戒指都学会写字，哪里还存在什么矜持？把相反的句子对彼此狂而告知。更诚实，爱人比敌人放肆，欲望驱使人之妻子。别浪费人设的精致，反正也回不到开始，还能留个走心的故事。在世界苍白的血肉里，你凭什么做我千年不腐的鱼刺？难道承认对爱的无知，就能够原谅了如鲠在后的小吃？你要的真理并非一时，你看如今挽手戴上戒指都学会写字，哪里还存在什么矜持？把相反的句子对彼此灌而告知。在想象虚伪的追求里，你拿什么爱
手拿，它是灵魂的化解。你要的真理并非一时，你看如今万事戴上戒指都学会写字，那就请让我最后一次把付钱的向你当作甜蜜的方式。过不过瘾？我在边上听的差点把领带都扯掉了。真的，如果喜欢这首歌，各位请按1号键选择开始。选择结束。首先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前几期从来没有下过腰的中间的这位下腰哥，今天有下腰哦。对，因为他今天彩排的时候下完腰，他跟我说：“兄弟，我这腰有点痛。”所以导演组特别亲切的帮我们把2个椅子换成有靠坐的、软一点的。真的感谢友哥，好贴心。3位来聊一聊这次合作产生的化学反应吧。这首《鱼刺》呢，我和浩帆从来没想过是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加上了我们阿元嘎老师，我们真的收获好多，因为他的经验，他的整个音乐的素养，我们从来没想过，竟然我们这首歌可以这么处理，给到我们真的很多很多的能量，以及很多的张力，所以真的感谢我的好哥哥阿元嘎老师，谢谢。我觉得一个挺好的一次尝试，因为他们俩写的这一段还蛮有这种，一段音乐剧的一个片段，有张力又有戏剧性。然后呢，我很喜欢弹吉他的男人，我很喜欢的一个歌者叫 Prince， 他比 Prince 帅多了。他拿起吉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成了。我觉得我们很满意，也谢谢2位能够把这么好的歌奉献给大家，也邀请我，谢谢。荣幸。这首歌的名称叫做《鱼刺》，就是你们吃鱼会卡住的那个鱼刺嘛，哈？怎么会想到创作这样一首歌？鱼刺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是可以说吗？因为在小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好意思说。那你还打算留到什么时候说？我想要待会听听元哥跟我们评价完之后，我再说。哎，既然都到这儿了，对吧？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舞台，至少是看卓海豚的，应该是2次小考1次大考，我觉得你们是有特别明显的进步的。我觉得这个进步最大的一点就是你们敢在台上当主角了，敢在台上当主角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是从表演的站位。在台上的那种眼神的交流，你们2个人没有会觉得嘎子好像是一个舞台的中心，你们2个尽量在展现你们自己的魅力，这件事儿非常非常好。这件事情要感谢你元哥，因为其实这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的灵感来源是你。这首歌是写给你的，你是我的鱼刺，元哥。拔掉你！上次小口我其实不太好意思跟你讲，但现在我觉得是时候跟你说，就是你曾经是我们那根鱼刺，但是就像这首歌一样，把这根刺除掉了，其实我们就又成长，更加茁壮，也是这么讲吗？除掉好像是不太好。除掉说得好啊。因为他之前说过我们的创作像是狗血的短剧，这一点其实我还蛮不认可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还击的方式就是拿出更好的作品、更好的舞台给到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应该有做到吧，元哥？我觉得首先是做到了啊，哎，谢谢。第二，我也想跟各位音乐人说说，如果你们每个人靠这个对我的负面情绪、各种各样的激动还有压力，能够给你们动力，让你们能在短短的1、2周时间里面出这个高水平的作品，我愿意承受，像跟白小白说的，我愿意享受谩骂。哎，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老师？我愿意享受谩骂，因为这是我对华语乐坛可能，
2026年开始做的最大的贡献，因为这个就是音乐批评的意义呀。谢谢，谢谢元哥。月月喜欢这首歌吗？非常喜欢。我刚才说欢子哥跟那个阿杜两位老师的契合度非常高，说早了。我觉得这3位契合度更高，你们真的呈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鱼刺。2位兄弟，我希望这根鱼刺拔掉就好了，是不是梁老师？这个你小考的时候说这歌词看不懂，是不是？我现在也没看懂，但是音乐震撼我了。凤瑶，你生活当中遇到过鱼刺吗？啊，我也遇到过呀。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评委老师的这个人啊，我觉得是当时的语言可能让我觉得卡了一下。其实谁碰到个鱼刺，可能都会让自己稍微不太舒服一点。但是我自己觉得，如何把它这个消化掉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You know， 以我的性格，我是不在乎是谁的鱼刺的，我只在乎这根鱼刺是不是一根漂亮的鱼刺。樊小白据说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遇到鱼刺这样的情况哈。我觉得阿云嘎老师就是我的鱼刺，因为不管以前参加什么晚会节目，按照拼音首字母，他的名字永远在我前面。今天又来了个阿杜老师，2个鱼刺。没有，我觉得人生活当中遇到鱼刺很正常，但是我觉得这个舞台太好了，我就觉得太卷了，哎呀，不想干了，太卷了。咱不说鱼刺的事儿了啊，是吧，廖友老师，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票数。这首鱼刺最后获得的共鸣值是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国民品牌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本节目由雅纳微图特约播出。营养均衡就吃1:1:1，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1。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有歌携手国民品牌东阳光药，珍藏每一段心声。接下来呢，要请我们的岳云鹏老师为我们来抽取本期的话题，并且送出我们的健康寄语。我的舞台备战状态是心无旁骛和坚持到底，也希望你的每一次奔赴都能够健康守护，状态满分。这首鱼刺最后获得的共鸣值是321，目前暂列第1位。再次把掌声送给卓海豚，也送给阿云嘎。第1了，说句话再走，说句话再走，快第1了。来，把话筒2只麦克风都给你，他都没说到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看我们3个男主角。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欧阳弟弟李承铉带来新歌《腾云驾雾》。很开心这次能跟铉哥有个舞台。对，我很开心能参与到你的这个成长线。哦，对，谢谢。欧阳弟弟，他16岁的时候见过他，特别小、特别活泼的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然后这次女孩都长大了，而且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出道的成熟的艺人了。就是小考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唱了你的 rap， 然后我的 rap， 然后老师们就跟我说，其实你可以放掉一些词。就是这个歌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舞曲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其实你要轻松一点的唱，你可以吞掉一些字。练习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没有办法的去特别准确的唱出来这个 flow 和这个词，我发现其实真的很难。这一次的准备的过程困难的点是它的词很快，可能对于中国人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我是花了一点时间的。铉哥，我想这次在我们的歌曲里加入唱跳，看你 OK 吗？跳舞。我 OK。打2、3，打4、5、6、7、6 OK 8。好，对，所以 CD 我们打手是6。OK。好。
衔接的地方，我希望处理再更细腻一点，就是你会过早的在这里等着被发了。对。当舞蹈和唱歌又加在一起，又是一首很新的一首歌的时候，其实就稍微的有点头疼。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是，需要练得够多。虽然时间是仓促，但是你能够有的任何条件下多练，你多练一次。肯定会比你少练，你会比较自信，因为你只要在台上找到自信，你自己心里一定会有一个，哇，我这个绝对自信，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一个传染力。每一次舞台之前其实都真的挺难的，但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个难，好好把握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加油！在这规定那些人转圈，约翰作为背景板太耀眼。Whisky 用的节奏放慢拍，将我就是都变成我的舞台。转转去把声音都铺开，微笑在自己里面藏起来。蝴蝶翩翩飞舞着翅膀，空气跟着节奏变得愉快。想感觉流在环绕，始终就摆出微笑。规则由来我主导，总感游戏不需要预告。我们在腾云驾雾飞飞，这种感觉追得对对，今晚在这边拖点缀，放心往回推。我们在腾云驾雾飞飞，做梦了别瞎追追，温柔都在嘴般配，我等一会儿再睡。我们在腾云驾雾飞飞，这种感觉追得对对，心爱在这边拖点缀，放心我没醉。我们在腾云驾雾飞飞，做梦了别瞎追追，温柔的在嘴般配，我等一会儿再睡。在这规定那些人转圈，约翰作为背景板太耀眼。Whisky 用的节奏放慢拍，整个城市都变成我的舞台。短短裙把声音都覆盖，微笑在自己里面藏起来。蝴蝶翩翩飞舞着翅膀，空气跟着节奏变得愉快。身高起落在环绕，时常却保持微笑。规则由我来主导，通关游戏不需要预告。我们在腾云驾雾飞飞，这种感觉觉得对对，喜欢在身边做点缀，放心我没醉。我们在腾云驾雾飞飞，做梦了别瞎追追，温柔一点在嘴般配，我等一会儿再睡。我们在腾云驾雾飞飞，这种感觉觉得对对，喜欢在身边做点缀。放心，我没醉，我在腾云驾雾飞飞，做了别瞎追追，温柔一点才最般配，我等一会儿再睡。我等一会儿再睡。我等一会儿再睡。谢谢二位，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句歌词，我等一会儿再睡。我等一会儿再睡。喜欢这首《腾云驾雾》，记得给他投票。开始选择。选择结束啊！两位都是属于又能唱又能跳的，对吧？哎，这次合作感觉如何？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能合作起来，我觉得是让我觉得我也年轻一点了的感觉。对，因为今天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一直说，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是你的年纪应该能胜我。如果非要也是应该能做到的，对对，硬生也能生，是吧？对对对。弟弟来我们的有歌舞台，其实时间不长，
对。但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已经哭过3回了。是这一次哭了3回。啊，就这一期吗？为了这一期？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因为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但可能有时候达不到自己的期望的时候，就会稍微有点小压力。但是我也觉得很正常，就是可能这是成长的过程。听听大家对于你们这个舞台呈现的感觉，好吧？哎呀，我跟你说，刚才我跟卓璇看到这个音乐一响的时候，勾起了我俩的唱跳魂，然后几度我们都想站起来跟着一块蹦，低头一看我们穿的，不能蹦个古代低吧？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哎，你们蹦个古代低，我看看。我们在天涯无非非，最后轮别下追追，晚一点才最般配，我等一会儿再睡。耶，帅帅帅！接下来听听行业团各位老师对于这首合作歌曲有什么样的见解？我投了。Really？ 谢谢你啊。但是，其实我对这个舞台也没有那么的满意。我觉得你完全被程轩老师压住了。在这个里面，大部分的难处理的、看起来烫嘴的这些中文的唱段，你想想，程轩老师的中文可能比你好，他唱起来可能比你好。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你好好需要研究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票是给了，但是我觉得仍然有很高的这个提高的空间。没问题，希望老师能多给我推荐一些，就是可能你觉得适合我的歌，我也会作为参考。那没问题，我也期待你有一天真能在舞台上 diss 我。我不会，我不会，没事，真的没事。鱼刺，今天我这个名号已经得了，接下来弟弟，你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情做出来？我等着你。好，我加油，我努力写好歌。好，带上有歌的舞台。对。我们来看看这首《腾云驾雾》最终获得多少的共鸣值。好的，各位，这首《腾云驾雾》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268。在目前已经演唱完的合作舞台当中，暂时排在第6位。马上要为大家登台演唱的是邓嘉欣、张信哲带来新歌《称得上值得》。怎么样？小考有没有震撼教育？反正就是有被洗礼了一番。我接触过很多这种从团里面走出来的歌手，他们是在一个框架下培养出来的一种缺乏性格的产品。就是下来之后还是会有一些难受。难受啊！就是老师突然说我没有活人感，然后我突然就愣住了。然后这个，等一下，慢慢来，放松。反正活人感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我会在一个比较熟悉一点的环境下，我才能会展现出来。我理解，因为其实我19岁的时候，唱片公司基本上就不让我见媒体。我那个时候是真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就是遇见媒体，就是你让我背稿子，我都背不出来的那一种。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你不用急着现在马上就我一定要赶快做什么东西，而是说准备好，然后调整这个心态，然后慢慢的训练就好了。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称得上值得。我们要爱得多么深刻，才能在后来称得上值得。这一类的歌词，很像应该是那种经过大风大浪的那种情感经历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那你19岁，你谈过多少恋爱？那其实
就是我的媒介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2首歌，就包括我前面小粉那首《I Guess Nobody》，是我的情感的对象，并不是就是说什么恋爱之类的，我觉得更多是在我的歌迷朋友们身上。我觉得我们在唱情歌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一个寄情的对象。我在唱《爱如潮水》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对，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去感受到一个历尽沧桑的男人唱出来这样子的歌？那所以这个部分你必须要靠很多的所谓的情感的转移，去把你能够想象得到的那样子的情绪转到这个歌词里头来。爱是永恒或短暂，结局圆满或遗憾，都是命运安排，谁说都不算。至少我们都勇敢，没有与爱的果断，彼此那些不安都能坦然。若有天故事讲完，只留下些段落，至少你我都热烈爱过。我们要爱得多么深刻，才能在后来称上值得？故事里那些起承转合，会被哽咽诉说着。我们要爱得多么深刻，才能对得起一路曲折？不管到最后结局如何，回忆里的快乐难以割舍。没有保留，付出自己的所有，就能够看到结果，能走到最后。或许我没能完全参透，有也不代表永久爱过的、错过的都难以揣摩。故事要如何去诉说，才能被记得？若有天故事讲完，只留下些段落，至少你我都热烈爱过。我们要爱得多么深刻，才能在后来称上值得？故事里那些起承转合，会被哽咽诉说着。我们要爱得多么深刻，才能对得起一路曲折？不管到最后结局如何，回忆里的快乐难以割舍。我们要爱多么深刻，才能称得上值得？值得。故事那些起承转合，会被哽咽诉说着。我们要爱得多么深刻，才能对得起一路曲折？不管到最后结局如何，回忆里的快乐难以割舍。
谢谢2位的合作舞台，这2个男人值得吗？如果你喜欢这首歌，请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心里那口气终于放下来了。对，没关系啊，鱼刺已经被拔掉了，没事。主要是嘎老师给的压力太大了。选择已经结束了哈。嘉欣刚刚说这口气终于是放出来了，头一回来到有歌的舞台，就是和哲哥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舞台的合作，感觉怎么样？刚刚上台的时候，哲哥突然问我说：“哎，你们就是在你们自己那边，就是你们上台之前会怎么样？”我就跟哲哥说：“啊，我们上台之前会3、2、1，加油！”然后哲哥就说：“哎，那我们也来3、2、1，加油！”压力就瞬间退去了一大半。其实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刚刚那个嘎老师那个这一段一出来之后，人都蔫了。对，主要是当时看到那个卓海豚老师，哇，哗啦就在这唱上了，哇，我当时就这样了。我们来听听大家对这首歌的感觉。今天这个小伙子表现也非常的好，比那次小考表现的还要好。谢谢谢谢。我觉得19岁能释放出这么大的能量，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老师。非常好，这个哲哥是我心中永远的神。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太喜欢了。以前我也常模仿阿哲哥的声音嘛。就以前在 KTV 我还没当艺人的时候，我一直有模仿阿哲哥的歌曲，就来一段嘛。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哎呦，这哈，这歌迷的，这知道我是他的歌迷了哈。接下来就到行业团老师点评的时候了。没事，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今天依旧是比较惨，我跟影子老师没有投票。我觉得你唱歌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可能是你在这种偶像团体里面养成的习惯。你的句子啊特别的黏，尤其是在每一个字的音头的处理上，这是很弱的。在这样一首特别深情、特别沉浸的歌里边，哲哥的那种表达是特别温婉到位的，但是你的表达就是跟这个歌结合起来就不可信。然后我觉得我多说2句，因为小考可能很残酷。我说小邓是一个产品，他离一个歌手的距离还很远。你现在能到这个舞台，有些拔苗助长了。你现在急需要找到的东西是理解感情。老师，我其实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你说，您对这首歌的理解是什么？我这样，我觉得我们说具体一点，这首歌其实讲的核心的概念是爱情里的永远。明白。但是因为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是我跟我乐迷朋友们之间的一些支持和鼓励，是我跟我歌迷朋友们之间的一种纪念。这是一个情歌，你带着这样的理解去唱一个情歌，本身可能就有问题了。就是你的理解没有必要跟我同频。对，老师，但是因为这是我的歌，所以我的歌跟您同不同频，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是一个歌迷，我听你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不是歌迷啊，我想到的是一种爱情，是一个感情啊。我不在你的故事的叙事里。我们一直说你是个产品，我希望你像人，像人的概念是把自己从这个圈子里抽离出来，你为更多的人唱歌，你体会的是更广大的感情。在这首歌里面，我丝毫没有觉得哲哥是在给歌迷唱歌。
就是他的娓娓道来不是给支持他的粉丝唱的，他是唱给每一个人的。你在主歌的第3段，若有天故事讲完只留下段落，至少你我都热烈爱过，那里面的一些转音的处理，觉得很没有必要。若有天故事讲完，只留下些段落。它其实削弱了整个歌的那种真诚真挚的感觉。但是你说你是给歌迷，那我太理解了，因为歌迷特别喜欢这些小的细节，他熟悉你跟他之间的这种对话。老师，你是在质疑我的歌迷朋友们的审美不好，还是说怎么？首先，老师，我是这么觉得，你说我是一个产品，对不对？当我产生这个思想，我觉得我跟我的乐迷朋友们有了一定的连接，你觉得这样是一个错误的？那如果我不是你的歌迷，我不具备从歌迷角度审美你的歌的能力。因为您不是我的歌迷，所以你当然不会理解我，当然不会审美到我的歌的歌。你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具备从一个你的歌迷的角度审美你这首歌的能力。审美是因为他们喜欢我这首歌才会成为我的歌迷呀，老师。审美的高低仅仅不是老师，你要先理解一个逻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歌，所以才会成为我的歌迷，不是因为他先成为我的歌迷才会来听我的歌。他喜欢你，可能不因为喜欢你的歌。那他喜欢我什么呢？你今天唱首什么，他们都会尖叫的。你今天走进来，他们就尖叫了。那我是平白无故被他们喜欢，然后他们才这样为我尖叫的吗？你绝对不是所有偶像里面最火的。我们很客观地说，喜欢那些也在台上唱歌的人是喜欢音乐吗？我是一个局外人，这是我看到的。你想想，那些从偶像歌手里边走出来唱歌不成功的音乐人，是他们没有人喜欢吗？对，我希望你未来能够走得更好，因为从偶像团体走出来变成一个 solo 歌手不容易，非常的难。就是我们仔细想想，到现在这条路走成功的艺人有几个？所以一定要有非常高的要求，才能把这条路走好。我希望你能跳出你和歌迷的这个世界，找到自我，那是属于你的自我。可能这句话你现在理解不了，但是我希望你可能在未来可以多去想一想这句话。明白，老师。好。邓嘉欣，你是最幸福的那个小孩儿。我们在19岁，别说我现在我都没跟哲哥一起唱过歌，真的。你别说跟他唱歌了，你是拿着自己的作品跟他唱着歌，他是唱的你的作品，所以你要珍惜。当然，各位老师们可能有各自的这个对你的期许啊。其实，你只要好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把它做好，啊，这是你要珍惜这些热爱你的人。这首歌我也希望你让更多的人值得爱，好不好？加油！我觉得，老师对我的意见我肯定是记在心里面的，只是我想把我自己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表达给了老师，也没有就是在反驳老师的意思。不，你可以反驳我，你反驳我的时候这是你自己。老师，你刚刚才说完我不像我自己，你唱歌的时候不像，你反驳我的时候特别像。你要找到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一定会有一天给你唱出你满意的情歌，好吗？ OK， 这话就是19岁的样子。可以的啦，小邓绝对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大家要帮他加油，然后不要溺爱哈，好吗？你们要学会让嘉欣溺爱你们，不是你们溺爱他，好吗？OK，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最后获得了多少票。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国民品牌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上 Z 世界 APP 有歌部落看独家直拍，赢录制门票。看了这彩拍以后，新秀带表演真是眼前一亮，意想不到的一种新鲜感。音乐最美好的部分呢，就是在于碰撞和交融。雅纳威图冻龄 CP 呢，其实也挺像。天赐追光膜先让基底回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再用天赐冻龄瓶融入新鲜能量，和我们做音乐的道理是很像的。没错，经典与新秀相遇，舞台就有了此刻最好的样子。那无论呢是在音乐里，还是在追求更好的状态上，都是永恒的主题。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248共鸣值，位列第7。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邓嘉欣和张信哲。让我们合作舞台继续，接下来有请到的是陈卓璇、刘宇。有请音乐人陈卓璇助阵嘉宾刘宇带来新歌《化雪》。来了，终于来了！昨天小考咋样？昨天小考还挺顺利的，没想到老师们还挺认可这个作品。为你下一场落雪，一双交接，一生离别，几世执念，我融化在你手指间。这好难哦。对，太难了。这歌太难唱了。副歌它这个需要的气息支撑特别强。对，你看它一句是多少字？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我没唱过这么长的。试一下啊。为你下一场落雪，一生交接，一生离别，几世执念，我融化在你手指间。再想起世间万千，直到是一晃两别。可以。但是我希望除了唱之外，咱们在这个舞台上面的呈现视觉效果也得给它整好。当然，你看我都来了，咱俩一定得是服化道，那个灯光舞美，还得有特效。对，是不是？我是觉得来到这儿给他帮忙，我内心是特别希望能够有好成绩的。其实我们在私底下沟通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舞台一定要够美、够好看。刘宇在舞台的设计上，还有专业能力上是非常到位的。那这首歌由他来帮忙，我觉得会呈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舞台。本是就像一碗一抹白，不慎跌入凡尘入人海。一念相思给，一眼清风来，只为回眸的青睐。闻过千山美黛，独向那山旧庄子徘徊。望见故人又在眉之间展开。曾看我流转千百载，点点红尘却别那枝柴。一梦别蓬莱，一瞬间换来，誓言字字不曾改。天光云影散开，若能伴作梅花拥入怀，笑我一身素白，只为你而来。为你下一场落雪，一双交接，一生离别，几世执念，我融化在你手指间。用一生历练和须臾的洁白，成全这场沉默的告白。见证了多少热血，多少永夜，多少留恋，只为再见你回眸一瞬的刺恋。再想起世间万千，直到是一晃两别。
一场落水，一瞬交集，一场离别，几时之年，我融化在你手指间。为你下一场落水，一瞬交集，一场离别，几时之年，我融化在你手指间。用一生凛冽和须臾的洁白，成全这场沉默的告白。见证了多少圆缺，多少永远，多少留恋，只为再见你回眸一瞬的侧脸。再想起世界万千，直到是一晃两遍。我感觉我站在他们身边，我都有点多余，太美了！各位喜欢这首歌，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谢谢。选择结束，谢谢。谢谢。两个人合作的感觉怎么样？怎么样？太棒了！因为卓璇在发给我 demo 的时候，我一点开是国风，我二话不说，我说来，必须得来。听都没听是吧？听都没听，我听到那个箫的那一声，我就决定要来了。其实刘宇给了非常多舞台设计上的意见，因为本身他在国风的舞台这个领域上，我觉得就是新生的代表性人物了，真的，在舞台的设计上，包括我们中间的一些互动，还有我们眼神的一些交流，很多都是刘宇提出来的很好的建议。我是希望今天不只演给所有的老师们、所有的观众们看，我希望能够在手机上看到的人，也会看到一个如梦如幻的漂亮的舞台。你说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你的手，妈呀，你的手伸出来也太好看了吧！啊？给我讲，给我讲。你们两个人合计合计，给自己的这次国风合作舞台满分10分，你们俩能打几分？3、2、1， 10分。非常自信，但确实很棒。程炫觉得这首国风歌曲怎么样？我真的喜欢哦，你们两个人蛮配的呀。对。合作舞台的配歌曲。啊，我个人意见，我觉得歌曲也很配，人也挺好的。谢谢。对，选了一个非常搭配的搭档，非常非常好听。反正我觉得我的眼睛也开心，耳朵也开心。谢谢。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投票器呢？我们想投票，我们想给分啊！真的是美轮美奂，你知道吗？他们俩走出来的时候叫的最大声的是我。啊！我说太美了，好漂亮，帅，好看，好看。哦，那个声音是你啊！啊，我这种高度老花，我都能看到他们的美，你知道有多美吗？而且我说句实话，刘宇开口的时候，前面我还在说，哇，假唱吗？就是已经好到了这种，真的我不骗你。然后这个歌太难了，因为这个完全是乐器的一个表达方式。是。它不是我们常规的唱歌声乐的这种技法。我觉得我要去攻克一下这首歌，这是已经是2026年我的年度男歌之一。谢谢维维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表演，两位也很认真，而且品貌相当，你看赏心悦目。刚才想说岳云鹏和白小白，他们也是一对品貌相当的一对璧人。然后你们的表现是很美的，
很漂亮的，所以我这个票投给你们2位，这么好的表现，这么好的年华。谢谢老师。谢谢尹子老师。到目前都是听取哇声一片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梁元老师，我来帮你说。四哥哈。那个我不是卓璇的鱼刺，我是他的噩梦。他有一天跟我说，他昨天晚上梦到你了，梦到你在台上狠狠地骂我。对，小考的之前。哦。其实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国风歌曲的一个缩影，堆叠意象。这是今天我觉得在国风创作里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2位在这个舞台上很漂亮。我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国风舞台上，我们能出现更多的能够指引年轻人，除了在把自己表面上扮得很漂亮，像一个中国的文人一样以外的，更多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个是我的期望。我觉得梁元老师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也是我一直想要学习的方向。就像我台下面对着很多优秀的前辈老师们，他们有非常多优秀的经典的国风的作品，像谭维老师的《黄莺老腔一声喊》是非常经典的国风，那一定是有极具民族特色的国风作品，值得我去学习的。还有阿云嘎老师很多的草原音乐、民族音乐，也都是我从小伴着我舞蹈一起长大的。我自认为学习的路还很长，目前我的能力是把这样的舞台尽可能的让更多年轻的朋友先觉得好看，如果他们觉得好看了，他们可能会去听歌词，会去想旋律，会去喜欢国风。那喜欢我的听众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再继续热爱传统文化，和我一起再继续去深造？我觉得这是我的初心。谢谢老师。老师们提出来的意见和一些想法，我觉得也刚好是我们可能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如果再发行这首歌的话，可能会再想尽办法给它再做得更好。我会觉得特别好，因为可能一切希望都有一个入口吧，这个入口是一个好的入口。然后2位的表演也很好，没有任何毛病。我这个对他们表演非常满意，就是肯定是投了，而且我们4个人都投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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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323，暂时位列第1位。谢谢谢谢大家。因为我还没有听后面的歌，不过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小愿望，是希望他可以做第1名的。每期节目播出当天，我们都会在微博发起有歌2好听爱听多听榜投票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上微博搜索有歌，进入活动页面，助力你最喜爱的舞台，获得微博独家展示位。竞演舞台继续，接下来要登台合作呈现歌曲的是白小白、岳云鹏带来新歌《人生路漫漫》。感谢你选我，我怕我会一直坐那儿尴尬。感觉你没拒绝。这歌还得再打磨一下。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这首歌我唱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跟我的家人，就我老婆呀。哎呀，以前就生活苦的日子，就那个时候睡觉的时候，地下的老鼠都满地爬那种环境。反正那个时候，老婆一直陪着我，到现在，不管是生活好了还是生活不好了，反正就是人生路漫漫，只要有她陪着我，什么事我都敢干。再往回想的话，就是小的时候家里穷啊，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吃1毛钱一串的烧烤，花10块钱她都觉得
家里没有那个条件。咱俩的经历很相像。你小时候能吃1毛钱的串儿，我1毛钱的串儿我都没吃过，小时候我都没吃过串儿。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咱俩就是还是在想着这些故事，就用感情唱就好了。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歌词，有几个地方咱稍微的碰一碰。第一句，兄弟，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有问题啊。第二句，没出口的话，你懂我一定是喜欢。这句我没懂。船跟帆一定是在一起的。对，船和帆是一样的。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向你的岸？你扬起的帆是不是在向我召唤？帆是一动一动的吗？哎呦，你扬起的帆是不是在向我召唤？两个人遇见了。从第一句词好，这个词好啊！你这说相声白瞎了，你这写词去了。师傅，他说我说相声白瞎了，又说错话了，咱感受一下最后。你若回身看，长镜头越来越缓慢。长镜头3个字搁在这儿挺突兀的。来，我们给镜头一个拉远，来，咱俩回头看。你若回身看，长镜头越来越缓慢，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你要娶一个我这样的媳妇儿，那就别活了。没有，我觉得娶你这样的媳妇特别幸福。佑哥，您改的词儿就是跟这首歌完全的契合。原来的词70分的话，咱现在75分，我觉得，哎，这太保守了，必须98分，差2分看舞台表演了。对，用歌手的身份来唱歌是一种压力，它比说相声要难。你别讲话，有些事情，哪怕岁月。彩排当中有2句旋律我进不去，它跟我传统意义上那种旋律它不一样，它的拍可能在反面，这对我来说有点困难。你别牵挂，你别牵挂，有些事情。这方法好，他这样。老师们再走一下这段。小白他会用手摆、跺脚、眼神看我、猛转身，这都是他想的办法，让我进去。我不知道能不能呈现出好听，但是我希望不给他留遗憾吧。有可能看你的时候多啊，咱俩就玩去。关了吧。啊？在哪个？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上 Z 世界 APP 有歌部落，看独家直拍，赢录制门票。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观看更多节目内容。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有歌携手国民品牌东阳光耀，珍藏每一段心声。现在呢，让我们有请刘宇来为我们抽取本期话题，并送出我们的健康寄语。我一般会选择听听歌，放空自己。健康的身心才是灵感的源泉。希望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充电方式，保持健康，让灵感如歌流淌。好歌正开场，好油护健康。金龙鱼1比1比1，全球销量第一，营养均衡就吃1比1比1，精彩马上登场。漂泊的船静静地靠向你的岸，你扬起的帆是不是在向我召唤？
这世界太大，到处是人海与人山。遇见了你，我就不遗憾。浪漫是什么？你问我，其实很简单。你撑起的伞，悄悄地分给我一半。人生路漫漫，不在乎时光的荏苒。就算我们已白发斑斑，有些词句你读得出意义，有些旋律你唱得很甜蜜。你别见怪，我不会先离开，哪怕岁月淹没我们对白。你余生未来可以都交给我保管，有你在身边，我想我会一直勇敢。你若回身看，长镜头越来越缓慢，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好高兴。幸福是什么？你问我，其实很简单。我做好的饭，慢慢的盛给你一碗。人生路漫漫，不在乎时光的荏苒。就算我们已白发斑斑，有些词句你读得出意义，有些旋律你唱得很甜蜜。你别见怪，我不会先离开，哪怕岁月淹没我们对白。你余生未来可以都交给我保管，有你在身边，我想我会一直勇敢。你若回身看，长镜头越来越缓慢，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谢谢两位的演唱。如果你喜欢这首《人生路漫漫》，记得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投票结束啊！合作感觉怎么样？合作感觉挺照相，我挺高兴。我觉得挺酷的，两个人唱了一个就是夫妻间相伴时间很长的这么一幕一幕的一个东西。两个眼睛都不大的人在这。我都说了，上台之前我说我不跟你对视，他非得让我跟他对视。上台前我说咱俩要不要互相多看一眼？他说哥我不敢看你。笑场。月月那首知名曲目你会唱不？啊，无怀，你的四环多一环。啊，无怀，你的环少一环。世界名曲。月月在你们二人合作的过程当中还参与了改词啊。我加了一句，就是你做好的饭，慢慢的盛给我一碗。我当时写的时候用的是慢慢的，我想用的就是岁数大的人，回到家我能够再给你盛一碗饭，多感人。
这2天其实我是刚认识小白，我发现他的性格，我们俩能够做很长时间的朋友。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兄弟。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我想问问刘宇，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些关于你人生陪伴的时刻？如果说陪伴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到我的父母。对，因为其实从我12岁开始，我就离开家乡，然后自己在外面去学舞。那我的妈妈就有的时候会从我们当地，然后开很久的车来到我的学校。有的时候我在上课，我一天都见不到她。回到宿舍，发现宿舍已经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地面一尘不染，包括每个同学的被子，我妈妈都给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有的时候见不到她，但是看到她为我付出的这些，就是心里会很感动。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这样的画面。有的时候会觉得，哦，幸福到底是什么？其实幸福就是很简单，家人的陪伴就是幸福。虽然这种陪伴往往是最无声的状态，但是当你回想的时候是震耳欲聋的。是。岳岳老师在你的相声作品里面，他也一直都在表达他很喜欢唱歌，很想歌唱。所以今天来到了这个舞台，一样的让我们非常的放松。我觉得有的时候，歌者一直都在努力的要去唱更高的技艺，但最终它传递给大家的就是一种舒适嘛。然后通过这个舞台，我还想继续的了解小白。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歌者，对，希望跟你合作。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来，小白，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我都不想听。你先说好消息吧。好消息是投了。哎啊。坏消息呢？坏消息是，我们不得不说啊，岳岳他有些地方抢拍了，但是在这个歌的情境里，只要他唱得很真诚就好。岳岳唱得非常的沉浸，但是他一失误给你给唱出来了，这事儿就有点要命了。你是不敢说飞行嘉宾，然后就是敢说我们？我敢说了，我都说他失误。你再说一遍。说2遍得了。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这样的，小白，其实你离一个唱歌的大师差的还真的挺远的。此话怎讲？成为一个大师啊，有一点就是你能带着任何一个人唱歌。今天的这首歌可以说出现了一些舞台事故，但是这个事故并不影响这个歌的表达。只不过对于小白来说，怎样应对这样的事故？你能把它应对？我还得应对事故。你当然得应对了。我干的活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因为你是一个更专业的职业歌手啊！你别忘了，我说你离大师差得远，我没说你不是好歌手啊。我哪个大师？啊，那我离这歌是远，是很远，是远。所以说我拿一个对华语乐坛最高的歌唱的标准去要求你，你唱慌了这件事儿，可能平常大家也听不出来，但是你的那一点点小的慌张，就打乱了整个歌的情感节奏。岳岳，你总是这个眼神盯着我，你是生气了吗？没有，我一直在回想，你说我失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哪儿失误。对，你看他不知道。抢拍是吗？没有，我是没听出来你哪儿失误了。我真的，我也没听出来，我也不知道。对，这个就是问题，他太沉浸了，他都不知道他失误了。对不起，我到现在我刚知道失误。如果说是因为我的失误导致小白那个慌张了，那我真的很抱歉，因为刚才我唱的时候我真的很享受，我真的很沉浸在里面，压根儿没管我，我管你干什么？来，我们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302，暂时位居第5位。行，可以，没打狼就行。
唱这样还300多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有失误。走，赶紧走，赶紧走。让我们掌声欢迎高瑞、袁娅维。有请音乐人高瑞助阵嘉宾袁娅维带来新歌《恨月亮高悬》。这次带来了一首叫《恨月亮高悬》。然后这首歌其实也很坎坷，因为之前它是更偏流行一些的，现在就是为了更加的贴合这次跟 Tia 老师的舞台，编曲方向更偏 R&B 一点。这种类型的歌其实相对于正常的流行歌，其实我们需要顾及的东西更多一点。其实就是你的核心的力量如果再顶出来一点的话，很多你的一些转音的气声，还有包括情感的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会听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要不再过一过？好。你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你就可以有点胸腔带出来。现在是扁一点，但你是讨厌。如果我没唱好，他会很耐心的握着我的手，让我再来一遍，又有老师又有姐姐的那种感觉。恨月亮高悬，不曾照我心间，你的目光不曾等嘴张我大一点，一遍，笑起来。海市面海滩恋多可怜。高瑞是一个非常有底子的歌手，他有一个很好的天赋和能力。我希望和 Tia 姐美美的完成这个舞台。我跟 Tia 老师架在一起 ，buff 叠满啊！我的内心期望肯定是第一。手机还在预报你那边的天气，第几次翻看你时光有谁如期，穿你相同色系眼眉杯，错认情侣还在期待，擦到手臂，其实你带着故意，是你对待感情总少了一根筋，还是更笨懒的面对我的游戏，若乘坐有意太委屈我的遗憾，如何明明养成你到心酸没骨气，讨厌一个回忆。恨月亮高悬，不曾照我心间，你的目光不曾等我一遍，海市面海滩恋多可怜，还幻想某一天被你爱，是我痛苦的根源。你的无辜是我喜欢让你手牵连，你动作是我错把瞬间当作一种永远，是你对待感情总少了一根筋，还是更笨懒的面对我的用心，若乘坐有意太委屈我的遗憾，如何明明样是你到心酸没骨气，讨厌一个回忆。恨月亮高悬，不曾照我心间，你的目光不曾等我一遍，海市面海滩恋多可怜，还幻想某一天被你爱，是我痛苦的根源。你的无辜是我不喜欢让你手牵连，你的无错是我错把瞬间当作一种永远。恨月亮高悬，不照我心间，你的目光不为我留恋，朋友聊着恋人的天，说情话不说誓言，你眉间说也曾否决绝触及的指尖，你只想守
谎言。谢谢两位的演唱，喜欢这首歌吗？喜欢的话，记得按下你的投票键啊，1号键。来，各位，请开始选择。选择结束。这首歌你们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更希望向大家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情绪？怎么说？就是2个女人在唱一个中央空调那种，然后2个人在以自己的视角去诉说这首歌，然后但是我觉得有淡淡的，但是又内心有汹涌的那种，在表达一些对于爱情的一个感受吧。对，高睿，我相信在这次登台之前，你的紧张感有可能会比第1场更甚。在小考的过程当中，东然出来就选了你，完了，东然还挑成功了。但是当时下来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小失落的。恭喜东然挑战成功，获得了本场小考的第1张 S 卡。好冷哦，是我的心已经冷了吗？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那一刻有一点怀疑自己。对。维维有什么样的见解对这首歌？是这样的，对于情歌或者这一类型的 R&B 这种，我永远都是以最谦卑的心在学习。刚刚的那个表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是进入了我的学习歌单里。谢谢维维，谢谢老师。我首先我觉得这是一首演唱门槛很高的歌，然后天涯老师一上来很快的进入了状态，我听到这边有哇哦啊，就这种声音，我也同时发出了这种声音，但是比较遗憾的是，高睿的第1段是有点紧张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感觉，你身体的表演表现的气场是明显不如你的声音好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场，也是值得去细细品味的。谢谢。我觉得这个舞台不成立，就是在我看，这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评价啊。这首歌叫《恨月亮高悬》，2位唱的一点恨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讨厌一个人，或者说烦一个人。跟恨一个人，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可能咬牙切齿，你可能非常着急。但是2位把这个歌唱得太美了，所以不好意思，我认为这个舞台不合格。我可以说2句吗？就是对于这个恨，我想要回应一下老师。因为我不是一个在爱情里面性格很刚烈的人，所以这个恨对我来说是一种遗憾和委屈。然后其实我在爱情里，我就是个恋爱脑。对于这种恋爱脑，你说他真的恨，他恨不起来的，他是不可能真正的去恨那个他够不到的那个人的。他的恨是恨自己够不到他。然后他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能够够到他的那种希望和期许吧。就你即使埋怨自己，我也会觉得有颗粒感的粗糙的东西是打动人的。而这个歌的问题是，你唱得太好听了。我不太同意说没有把这个恨的愤怒 rage 唱出来，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关于 rage 的歌曲。一位是声音当中是柔中带刚，一位是刚中带柔，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
成立的有机的对话。事实上这首歌是今天的晚上的声乐表现规格很高的一个，甚至让我想起了那些著名的女生的两重唱 ，like Celine Dion 跟 Barbara Streisand 的 Tell Him。Whitney Houston 跟 Mariah Carey 的 When You Believe，Tia 知道我在说什么。哇 ，Barbara Streisand。Whitney Houston 跟 Mariah Carey。谢谢，谢谢老师。哎，憋死我了，憋死我了！你说一下，说一下。其实刚刚瑞平人老师说的什么情绪没有 get 到，其实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欣赏音乐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是能完全 get 到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我这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我很喜欢这首歌的主题，因为这首歌的主题其实是很符合现在很多恋爱里一段感情里面人的心境的。有些人的恨就纯恨，在拉拉扯扯的关系中，有些恨是幽怨的恨，所以其实像高瑞姐这种轻柔的唱法，然后有时候尾音带点小委屈，再加上Tia姐就是很刚烈的唱法，我觉得其实都算是不同的人对于恨的表达了。就换个方式说，就是元儿哥啊，现在年轻人怎么谈恋爱的，你不懂啦。对，我也承认我老了，没问题。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恨与月亮高悬，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275，暂时位居第8位。好的，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音乐人是刘凤瑶、韩维维。我小伙的时候听到《窝囊废》这首歌，我就特别喜欢。当时 Tia 就说：“嘿，他这样很激动的指着我，看似好像哎呀，很丧，但是其实没有，它的内核不是丧的。我觉得它的内核是在自洽。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窝囊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挺能担得起事儿。总是觉得他可以。其实我很强大。我一点不。我其实内心特别很粉红，因为我总是给人一种精神百倍的感觉。当然，这是我的一个颜色，但我有一面我也是挺丧的。有的时候我也想躺平，什么不管，我也想逃避，这也是我也很认同我那个样子，我并不讨厌。所以，当每一个人听到《窝囊废》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更多希望让别人听到的是不同的感受。对，我上一首歌叫《哪儿凉快哪儿去》，对，那首歌跟文文姐唱的，那个歌呢，没有看到什么张力。他说的是你跟文文的那次，那个没有张力。对。他行他来呀，掐了别播。并不是说大声唱歌、大胆跳才是张力。凤瑶她一直在不断的用她的音乐在营造一种氛围，然后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可能感到忧伤，或者你感到喜悦，这就是张力所在。窝囊废从开始出来，它就不是真正的一个窝囊废，它可能是你受过的伤。有很多人的他的使命，就不是站在舞台上的。你曾经不敢说过的话，刚刚影子老师对你说的这些话，你认吗？所以他对我的理解只是一种经历，不太好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都属于你，你的人生才丰富多彩啊。OK， 我来帮你把这个气给出了。耶。傍晚的太阳
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流淌，离开是真的够我了，没必要总走着偷着压着不释放，没必要把经过爱的恨的都原谅，没必要的吵着嚷嚷夸着，只为能受点伤，不白荒唐。一辈子究竟多长才算长？要多久才能把所有忘光？我迷恋，却不见，我浪费，我自恋。我迷恋，却不见，我浪费。无所谓，喜悲我都无所谓。没必要总走着偷着压着不释放，没必要把经过爱的恨的都原谅，没必要的吵吵嚷嚷夸着，只为能受点伤啊，不白荒唐。一辈子究竟多长才算长？要多久才能把所有忘光？我迷恋，却不见，我浪费，我自愿。我迷恋，却不见，我浪费，无所谓，喜悲我都无所谓。傍晚的太阳，红的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流干了，你看是真的够我拿。我迷恋，却不见，我浪费，我自愿。我迷恋，却不见，我浪费，无所谓，喜悲我都无所谓。谢谢二位非常尽兴的演唱，喜欢这首歌的记得给他投票，选择开始。选择结束，我们请凤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歌名叫《窝囊废》。窝囊废，哎，想通过这首歌传递一些什么？其实我觉得窝囊废是一个代词，如果能把它记下来，当做一种力量去往前推动，我觉得也很好这件事情。凤瑶在之前的舞台上，行业团老师们给她的评价是：凤瑶，你的舞台缺乏张力。维维这次和凤瑶合作完，你对于她的舞台张力和表现力感觉怎么样？因为对张力大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可能大家听到张力一上来，比如说，有大的一个编制，有一个高音，但是其实我第一次
听他在演绎《窝囊废》这首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往里走，他依然在跟我传递那种张力。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那个必要，对，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没必要。我们在演绎歌曲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位和音老师，和着和着就直接和哭了，是哪一位老师？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现在还是一名音乐学院的大一在校生，我叫梦想，大家好。这首歌，我刚看到歌词的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愣，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写歌词，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组词和每一句话，它都像锤子，就是指给你，真的太痛了。就是第一段副歌，刘老师唱我命连，加上那个鼓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鼓就像歌词背后旋律的呐喊一样，给我的那种感觉，一下子我就受不了了。谢谢。没有人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是音乐却会让我们去感受不同人的命运，并且映射在自己的身上，这是音乐无穷大的魔力。我特别喜欢，我刚刚全程都是站着听完的。我特别喜欢这里边的那句歌词：“我的前半生流的浪，你看是真的够窝囊。”然后完了，我也特别喜欢“我命连绝不见”这2句，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适合形容我自己。我自己也是从最好的状态跌到最低谷，然后又从低谷又爬起来。我做过很多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呢，我是一个3起3落的人。音乐绝对是没有在我之前的人生计划里边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上帝是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打开另外一扇门。我觉得2位歌手今天的表演特别的震撼。刚刚我们那位和声老师，他的这个眼泪足以证明这一切，特别好。我虽然不是大一的学生，但是我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哭。有的人他就是为舞台而生。谭维维，你唱的那句《流的浪》真的帅炸了，流到我心里了，真的太帅了。我希望2位能够录一版谭维维版的《窝囊废》，录一版凤瑶兄的这个《窝囊废》。当100分和100分同时迈向终点的时候，它一定是大于200分的。就是我觉得凤瑶哥所有的歌词都在写他自己，他写的完全就是自己的态度在里边。我觉得他就是音乐浪子，而且凤瑶哥所有的词也在写现在的节目，因为很多人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学白小白怼评委？但是凤瑶哥一直就是有他的态度，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这首歌曲，我觉得太好了。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听那几位老师说什么。行业团各位老师，这首歌你们怎么看？尹老师，这个有张力吗？能没有张力吗？这今天还会说他不适合做一个歌手吗？那你太适合做歌手了，好吧 ？OK。好吧。凤瑶啊，从最初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制作人呢？因为在你的所有的身份里面，制作人仿佛是最优解呀。你干嘛来做这个歌手？直到第2次听你唱歌的时候，说，哎，这个，然后我开始了动摇了我的这个想法。到了这次的小考，你知道我给你的评价关于这首歌是怎么样的？它会放进我的歌单，不得了。今天的这个舞台跟维维一起呈现的这么一个具有张力的这么一个舞台，它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验证了这个舞台是你的家园，是你的归属。这首歌听上去像是在自嘲，我是窝囊废，我是废物 ，loser。但其实它充满了一种骄傲，
这种骄傲在刘凤瑶的心里，在她的性格里面，是你看不见的，从她的表面。她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刘凤瑶要按自己的意思活，所以这首歌是属于刘凤瑶的。谢谢。刘凤瑶，这是我第一次看你在舞台上玩命，基本上最后的高音，我能感觉到是你能唱多少拍你就唱多少拍。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他需要很多重要的时刻。上一次的小考舞台和上一次的大考舞台，可能都是这个重要时刻的铺垫。就是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灵魂扔在舞台上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我看了你这么多舞台了，没有一个你能做到，今天是第一次，太好了。最后问凤瑶一个小问题，你是窝囊废吗？我觉得在所谓的窝囊这个成分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经历，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窝囊废。对，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最终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目前暂时位列第一的是由刘宇和卓轩带来的《化学》是323票，窝囊废最终获得的共鸣值是330，暂时位居今晚第1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薇薇姐，谢谢各位老师。来2句不？松了一口窝囊气。再次谢谢凤瑶，也谢谢维维，谢谢2位。有点不容易，真的有点不容易。就是当上一期的时候有很多质疑的时候，我是不甘心的。所以这一次的舞台，我觉得更多的是证明自己，这是放在第1位的。它就像一个梦，然后照进现实。这一个舞台，我觉得我做到了。以我心声，见我心声。接下来为大家揭晓有歌第2季第2轮共鸣值排行榜。各位经过了2轮精彩舞台呈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位音符积分的累积情况。我今天最开心的就是说，真的看到各式各样的音乐人跟各类型的音乐都在这个舞台上面尽情的展现。当然也要恭喜现在在座的每一位音乐人，我相信在这个舞台上面，除了让大家听到你们的限定24小时，倒计时开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观看。微博搜索有歌话题也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参与话题页内互动，还有独家惊喜放送。整个旋律它是不够好听的，但是我们副歌 hook 不是副歌已经出来了呀，它没有那么入耳。到底是因为像别的歌，还是说它就是不好听？都有。我还唱不了这玩意儿。这歌就这么播，你不嫌丢人吗？不练琴还在这 solo 呢，没味儿。这歌太次了。我希望除了唱之外，咱们在这个舞台上面的呈现，视觉效果也得给它整好。当然，你看我都来了，咱俩一定得是服化道，那个灯光舞美，还得有特效。对对对，是不是？就是大家的这个感官啊，五感，给它做成一个音乐剧。对我也是这么想，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有那种蒙眼的纱之类的，这个应该拍出来绝好看。然后我还有一个小的设计想法，就是希望在结尾的时候有一句念白，
因为我觉得在结尾，如果就这样2段唱下去的话，就感觉好像普通了一点。加一个类似什么莫辞鬓上雪，曾许共白头。可以，这个我们回头练练。很宿命。耶。我们先来问一下卓璇吧，因为这次我觉得选曲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选择？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对中国风的歌曲很喜欢的，然后我之前唱过很多古装的 OST， 但是没有真正的发行过属于我自己的国风的单曲。我希望我能出的属于自己的第一首国风的单曲，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歌。那等到了《化雪》这首歌，小考的时候，老师们也都说这首歌的难度其实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今天你又加难度了，是吧？是，其实比小考的那一版本要更难一些，因为小考的版本是没有我们最后的那个升 key 的。是。我觉得整个氛围烘托到那儿，然后因为是一个比较大的舞台，可能需要给大家的冲击力需要比小考的时候更大，所以该起的层次我觉得该起。那如果有难度，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去消化和克服的地方。这首歌目前的呈现在这个编曲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有所商榷的。因为它有很多减和弦，减和弦给人的感觉就应该是那种特别的疏离和冷淡的，但是它恰恰配了这么密集的词，所以你就觉得你们在赶，赶完了以后，在这个副歌部分里面有很多铺得很满的那些弦乐，这个部分都唱出一种励志感了在那里。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意象是关于相聚离别，中国人的情感对这种意象的表达是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隽永和缠绵。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这个歌的结构的这个问题。刘宇我是第2次看你现场的一个舞台，然后陈周璇也是第2次看你现场的舞台，但是他们从开始出场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对于舞台是有一个比较深次的一个思考。不单纯是从音乐本身和歌词出发，我觉得它是对于舞台的审美，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也是希望可以更深度表达这个想要表达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的确是很难唱的那么准，那个升 key 是突然停，你也没有一个参考音，直接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挑战，但我觉得你们整个消化得很好，包括最后你们加了一个对白的一个台词，让我看起来像一个电视剧一个画面，就是生出来的一个样子。你们2个人蛮配的呀。哲哥的这一季第1场是和卓璇合作的哈，这是他的第2次主舞台，哲哥感觉怎么样？我就说陈卓璇就一直在放大招啊，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女歌手了。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类型，她都可以，我觉得真的是游刃有余。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表演呢，其实让我开始对于国风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类型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观，就是因为之前呢，我不太会在乎国风的所谓舞台上面会是怎么呈现的，我就是纯听歌、纯听音乐给我的感受。但是今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舞台表现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是那个损失了太多太阳眼的那种各种表演了，因为其实我发现。国风的舞台，它是一个全面性的思考过的、设计过的，配合音乐，然后带给大家一个纯感官的一个享受，不管是从视觉或是听觉到感觉来说，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呢，我也会用不同的方式以后来，不管是听或是看国风的各种音乐跟表演，对。谢谢哲哥。谢谢。沈涛老师刚刚说那个刘宇的手特别漂亮，是吧？他不光手漂亮，他还特别香。什么东西？啊？他从我面前来来回回的走，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香？因为大家都挺香的，香不香？其实大家都香啊，没有别人臭的意思啊。但是它那个香呢，是带着花香和茶香，你们懂吗？对，很符合他给到我的一个印象。刘宇的这种内化，其实做得很好。他私下坐在那里和走路的一个状态，包括他在台上，他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很统一的。所以他其实给这个歌加到非常多的分，我觉得是比小考厉害很多的啊。我觉得唱的也好，气质也好，可惜就是下次有机会的话。再看您跳一段舞，因为我有所耳闻的。没问题，一定，谢谢老师。再说到卓璇，其实我们已经很了解卓璇了。小考的时候就唱得非常好，下来之后我就跟梁儿老师问了一句，我说他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呀？大考的时候没有办法唱到那么好，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成2个人的编排，你有这样的顾虑吗？我其实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认为我小考没有做到我的最好。然后老师们给了我很多的夸奖之后，我反而觉得有点疑惑了，是不是老师们对我的标准太低？哇哦！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大考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查缺补漏的东西，所以看了小考的回放，然后在大考中也去尽可能的弥补一些当时小考没有做好的部分。好，那关于说到你的变化的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今天的表演有没有在之前？通过一些有意的调整啊，能区分开你现在唱的国风歌曲和以前比较擅长的长线条的抒情的歌曲，在唱腔上有没有一些区分？是有非常大的区分的，因为我之前都是长句比较多或者长线条比较多，很少会唱这种字非常密的，然后所以我的咬字和对每一个字挂的位置可能都会要做一点小的调整。让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你们俩的功课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你们来回的走位，然后这个词特别的烫嘴，你们居然可以接得那么好，包括这个换气声换的都特别统一。你们俩是不是针对这个东西下了很多功夫啊？其实我觉得这部分刘宇下的功夫是很大的，因为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小的那种细节的转音嘛，刘宇都会非常细的跟我一个一个的对，因为可能一句里面那么多次。有3、4个地方有那种小的拐，是，但是刘宇就会问我，你这个地方是怎么拐的？我们2个要统一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男女对唱最重要的是要把气口抓齐，让大家一定要听到和谐的声音出现。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感受到你们诚意，所以果断的就投票了。谢谢。谢谢老师。你们在合作演唱的时候，彼此内心设定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歌词是从天而降的雪花，为了一朵梅花而转瞬即逝。那这样就可以理解为用一生换一瞬的相遇，啊。然后卓璇选的这首歌《化雪》，我跟大家说一个也是场外信息，就他第一次拿到这首歌要唱的时候，据说直接把自己唱哭了，不是因为感动的哭，是把自己难哭了。对，难哭了。当时我拿到这首 demo， 然后我进棚去试音嘛，然后我觉得这么好的一首歌，好，那我要拿下它了。结果我第一遍唱的时候，我发现是我没有能力唱下来它，但是我又很希望可以让这首歌成为我的作品，所以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有一点着急了，都哭了，然后就有点哽咽了，因为这个完全是乐器的一个表达方式。是。他已经加入我接下来的歌单，我觉得我要去攻克一下这首歌，就是已经是2026年我的年度男歌之一，要去学习的歌曲之一。而且你们2个真的太美了，真的。谢谢伟伟姐。总之，《化雪》是一首很好的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会上线哦，记得收听，谢谢。虽然这种陪伴往往是最无声的状态，但是当你回想的时候是震耳欲聋的啊。嘉欣，你会想到怎样的一段陪伴的过程？我有非常多个很好的兄弟们，对，就是我们平时在一起训练，不仅是互相激励，就是你看到你的兄弟进步了，你肯定也会想要去进步嘛。对，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陪伴就是父母那种无声的陪伴。因为我的性格其实是不太爱跟家里人讲，就是我工作上的事情，但是
他们也会在我背后默默地关注我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小事，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这上面体会到亲情的温暖，这也是我的一种动力吧。你说的这个事儿，其实有很多次不同的朋友跟我聊到这个，他们对父母有了一个别样的称呼，这个称呼让人觉得很心疼。说等我们长大以后，等我们进了这个行业以后，我们的父母成了我们最大的狗仔，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他们会用一切办法、一切手段去听到哪怕只言片语，只要和我们相关。对，可能他时间长都不会联系你，但是他一直知道你在干什么。对，他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狗仔。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狗仔啊！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有感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母亲大了嘛，然后他一个人在台湾，虽然有我弟弟跟弟妹陪着，但是呢，基本上他对我的 schedule 就是完全这个了若指掌。我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回来。他一定会出现在台北我的家里面。我现在只要回到台北呢，我基本上完全不会约任何人吃饭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晚餐时间是属于我妈的。要请我吃饭，就得连我妈一起请。这样的陪伴，听着，无论你身边是谁，我知道那份重要。欢子，我觉得他的歌呢，对我来说，您所做的这种音乐，它就是10年前的。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不太讲究越陷越深。我还蛮喜欢的。旋律方面，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还蛮喜欢这个越陷越深，越来越笨。就是说，早期音乐感情如果遇到波折，他听了这些，一定会有感触。爱情是永恒不变的一个话题。是，我也蛮适合唱这样的歌曲。卓海豚还记得歌词吗？真的第一次听到阿杜老师的现场，因为我是中国台湾长大，等于其实老师的声音是存在着我 MP3 里面，从有记忆念书以来一直陪到我现在。第一次听到，真的。然后刚才我和阿元嘎老师在旁边还在模仿您的唱腔，要不老师你展现一下？因为从小都是模仿他长大的，我们。对，我们是一样，是真的。阿杜老师啊，你要唱一段是吧？那我先献丑，我先献丑，你先唱吧。好，然后再换。可以。 OK， 那我试一下，可能不太像。越陷越深，我不可能。 只好承认，太难了，阿杜老师，太难了。然后我也想要让我队友说2句话，特别好。程炫是第一回听到这首歌，对不对？感觉怎么样？越陷越深。 我觉得旋律是好听，然后2位的这个歌声配起来，一个是稍微有尖锐性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更有一种 husky 的歌声在一起，我觉得它是搭配的好听的。就是一个非常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它还是就很容易火的那一类，我个人认为，就是张畅老师之前说的，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旋律仍然在我的脑海里，还在你的脑海当中反复，对吧？白小白，就梁元老师刚才对于这首歌给出的评论，如果你站在这里，你怎么回应？快教教欢子。我没法应对，就是我觉得给分进步了就是好事，总比怼强吧，是吧？总比说你强吧？是这样的啊，我对老师，我没说你啊，我可没说。你别慌。你别慌，我还没演呢，我还没上呢。